他是四川第一悍匪，他专杀公职人员，受害者一旦与之碰面，无一例外都难逃一死。短短2年间就作案几十起，其中重大案件就高达17起，可谓是穷凶极恶到了极点。警方曾出动上千名警力对其展开围捕，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他竟能从容地逃脱。那么这名匪徒究竟是谁？而最终他又是如何被警方抓获的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微笑，接下来咱们就来详细的聊聊悍匪杨希会的故事。故事还要从1997年8月5日说起。这天下午，蒲江县交警大队的职工宿舍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只见这个人两手空空，在选定一间宿舍后直接破门而入，之后就开始在屋内翻箱倒柜，但是找了一圈也没能找到值钱的东西。就在他倍感失望准备离去的时候，突然注意到枕头底下竟藏着一把6.4手枪以及多达30发的子弹。这个意外收获让窃贼是大喜过望，他死死盯着那冰冷的枪管，指尖划过沉重的金属机身，一股从未有过的狂妄感在心底油然而生。对于此时的杨希会来说，这不仅仅是一把武器，更是他自以为能够掌握他人命运的凭证。他的眼神里闪烁出一种病态的亢奋。之后他也不再翻找财物，直接拿着枪逃离了现场。当天晚上，职工回到宿舍之后，发现枕头底下的枪不见了，这下可把他给吓坏了。但这么大的事儿他也不敢隐瞒，于是立即上报给了局领导。由于案情特别重大，尤其还牵扯到了枪支，蒲江县公安局马上就把情况汇报给了上级机关。一听到这个消息，成都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立马就行动了起来，火速赶往距离成都45公里外的蒲江县，准备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勘查。经过一番仔细的勘查，他们有了发现，除了枪支弹药被窃取之外，案发现场没有其他任何财物遗失。这个发现让警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难道歹徒就是专门冲着枪来的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枪支一旦落入不法之徒手中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分析到这里，警方立刻对蒲江县范围内的所有招待所展开了地毯式的严密搜查。与此同时，警方还向外界发布了协查通报，号召广大市民积极提供相关线索。那段时间，蒲江县的街头巷尾风声鹤唳，每一名排查人员的神经都绷得像一根紧弦。警方也在心中暗暗立下誓言，一定要在盗贼犯下更严重的罪行之前将他捉拿归案。然而，意外还是猝不及防地发生了。1998年1月9日，窃贼偷偷溜进了大邑县地税所职工谢某的家里。当时谢某已经出门去上班了，可是才走出去没多远，就发现自己忘了戴头盔，于是只好又掉头回家去拿头盔。就在他走进房间，正打算去拿头盔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房间里面好像有个人。在那一瞬间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谢某瞪大了眼睛，看着眼前这个手持凶器的陌生男子，而杨希会却没有丝毫犹豫。他的眼神冷酷的没有一丝温度，有的只是报复社会的疯狂。就在他刚要张嘴喊人的时候，对方的枪就响了，谢某被一枪毙命。这件案件可以说是大邑县建国以来发生的第一起重大恶性枪杀案，所以大邑警方立即将案情上报给了上级机关。成都市公安局在接到报案后，连夜赶赴大邑县进行调查。经过现场勘查，他们发现除了死者身上的财物之外，室内的物品都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。难道说凶手并不是为了钱财而来，仅仅是为了杀人而作案？那么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？难道他与被害者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吗？就在警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弹道的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。结果显示，凶徒所使用的枪支正是蒲江县被盗的那把6.4制手枪。接到通报的蒲江警方可以说是喜出望外，他们苦苦寻找了大半年的枪支终于有了线索，于是两地警方展开了联合调查，共同来寻找凶徒的下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正常人都会知道避其锋芒，稍微要收敛一些，但这名窃贼显然没有这种觉悟，他似乎在享受这种与警方隔空较量的快感。每一次犯罪后的逃脱都助长了他那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。他不仅没停手，反而还愈发的嚣张起来。距离大邑县惨案发生仅仅47天后，他就又出现在了雅安市天全县公安局的家属院。1998年2月25日早上8点多钟，天全县公安局职员王某外出上班，生病的丈夫在家休息。就在这个紧要关头，小偷突然闯进了屋里。一开始他根本没发现家里还有人，所以就只顾着自己埋头翻找值钱的东西。
但她翻箱倒柜的动静把正在睡觉的丈夫给吵醒了。王某的丈夫心里清楚自己身体有病，根本打不过对方，于是就偷偷地打电话向妻子求救。然而他话还没说上2句，就被歹徒给发现了。和第一次案件一样，歹徒掏出枪，一枪毙命。而另一边的王某在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后非常吃惊，因为她实在不敢相信竟然有人赶到公安局家属院进行行窃。于是她叫上了一名同事，匆匆往家里赶。但走到楼下的时候，她的那位同事刚好碰见一个熟人，两人便多聊了几句。而此时王某心系丈夫，便急急忙忙地跑上了楼。也正是这阴差阳错，使得这名同事免遭一劫。王某上来后刚准备开门，歹徒就从里面窜了出来，他抬手就朝王某开了一枪，而这一枪正中王某的眉心，鲜血溅在雪白的墙壁上。杨希慧却连眼皮都没眨一下，她迅速收起枪，像幽灵一样消失在楼梯拐角。事后，据她的那名同事回忆，枪击案发后，他看到一个戴着白色线手套的男子从楼上下来，但是当时他并没有想到歹徒会如此大胆，光明正大的从楼梯下来，所以他并没有理会，而是径直朝楼上跑去。事后想来，这名男子极有可能就是凶手。雅安市的警方也立即将该案上报给了四川省公安厅。另外，经过弹道痕迹检验，证实了这起案件与蒲江、大邑两案是同一案犯所为。案犯多次作案，并且专挑公职人员下手，这无疑是对警方赤裸裸的挑衅。省公安厅立即调集了全省的精兵强将，成立了85枪案专案组，并且要求务必尽快侦破此案。专案组成立后，他们先是根据目击者提供的信息给案犯做了一个模拟画像，之后又在涉案地区加大了排查力度。他们将近几年本地发生的白天撞门入室盗窃的案件逐一进行清理，并且对有此前科的劳改释放人员进行了逐个排查。专案组的民警们没日没夜地翻阅着堆积如山的档案，每个人眼中都布满了血丝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只要凶手一天不落网，下一个无辜者就随时可能出现。不过即使这样大范围的排查，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。警方这时考虑到，案犯青天白日就赶在政府所在地旁边以及公安局家属院进行行凶，这说明歹徒应该不是新手，很有可能是有过前科。于是警方又开始在四川省各个监狱查找资料，翻阅档案，希望以此能够发现一些细微的线索。然而令他们感到沮丧的是，依旧没有任何新的发现。就在警方不辞辛劳，几乎跑遍全省进行调查的时候，案件又一次发生了。1998年10月23日，成都下辖的双流县粮食局宿舍再次发生了一起相似的案件。职工杨某下班回到家中后，发现屋里有人，他一边大声喊叫，一边抄起旁边的棍子，准备和歹徒搏斗。没想到对方直接掏出了枪，杨某当时就吓坏了，他扔了棍子赶紧往外跑，但最终还是在楼梯口被歹徒开枪杀害了。而且这一次案犯的手段更加恶劣，他在连开2枪后，又对着奄奄一息的杨某追加了1枪。这一枪完全是出于一种变态的残忍，没有任何理由，只是为了确认死亡的彻底，可谓是毫无人性。双流公安局在接到报案后，一边组织人员封锁现场，一边向上级机关进行汇报。成都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，也是立即前往勘查。他们在楼道现场找到了3枚由6.4式手枪发射的弹壳，经过弹道痕迹的比对分析，最终确认了这把枪依然是蒲江县失窃的那支6.4式手枪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个盗枪杀人的恶魔已经残忍地杀害了4名无辜的公职人员。警方的卷宗越来越厚，压在每个人心头的石头也越来越沉。不过这一次，双流县的警方掌握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。根据目击者提供的描述，案犯身高大约1.65米，留着平头，是个中年男子，这让警方对案犯的面部特征有了更加清晰的掌握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四川省公安厅也在全省加大了排查的力度，全力搜寻案发现场周边的可疑痕迹。很快，雅安市保兴县那边就传回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。据保兴的民警反映，自1998年6月22日起，保兴县城内已经连续发生了4起白天入室盗窃案件。之后，在保兴县警方的大力排查下，认定是一个叫杨军的男子做的案，而这信息来源于一位幸存的女服务员。据服务员回忆，10月23日上午，她正在宿舍里休息，突然一名陌生男子闯了进来。不过万幸的是，这名男子并没有对女服务员下手，在没有找到值钱财物后，他独自离开了。
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，死神曾与他擦肩而过，那男子的眼神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。几等男子一走，服务员立马就报了警。当地警方接到报案后，立刻封锁了所有通往外界的出口，并对辖区内的宾馆展开了逐一排查。很快，一位名叫杨军的人就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范围。不过遗憾的是，经过一番调查，警方发现这个杨军使用的是假身份证。不过警方仍然敏锐地注意到，凡是这个假杨军落脚过的地方，当天或者第二天经常发生撞门入室的盗窃案件。所以专案组推测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85枪击案的主犯。但还没等警方深入追查，这个恶魔又在蒲江县的寿安镇现身了。1998年12月7日下午4点多，寿安中学的老师郭某下班回家，发现家里的门没关严，当时也没太当回事儿，直到看见一个人影闪过，他这才慢慢反应过来，家里可能进了小偷。郭某本能地转身就跑，可持枪的歹徒在后面紧追不放。在追赶的过程中，歹徒开枪打中了郭某的手臂，郭某强忍着剧痛，不顾一切地从窗户跳了下去。那一刻，生存的本能战胜了对高度的恐惧。而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曾老师看见，在问清楚原因之后，曾老师急忙向凶手追去，但还是迟了一步，案犯抢先一步逃出了学校。曾老师在后面紧追不舍，而歹徒发现后面有人追自己时，连开了好几枪。曾老师虽然没中弹，但是他也不敢再追了，无奈只能跑到附近的派出所进行了报警。出了派出所后，曾老师仍然是心有不甘，他拦了一辆摩托车，朝着歹徒逃跑的方向再次追了过去。不过就在他们快要追上歹徒的时候，歹徒虚晃一枪，将两人逼进了路边的农田里，歹徒则趁机逃之夭夭。当地警方得知情况后，立即组织了100多名民警赶赴现场。成都公安局在接到报案后，也火速组织了武警、交警、巡警、防暴警、特警以及警犬大队数百人赶赴现场逮捕案犯。与此同时，蒲江县公安局也出动了上百民警和上千的民兵封锁现场，并在各个路口设下了拦截盘查可疑人员。就这样，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捕开始了。然而，大范围的围捕整整持续了20多个小时，却仍然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踪迹。在这20多个小时里，警方几乎翻遍了每一寸土地，却没想到杨希慧利用地形的复杂和自身的伪装，再次消失在密集的包围圈中。随后，警方根据老师提供的信息，对嫌疑人进行了模拟画像，也确认了该案的嫌疑人正是蒲江85大案的恶魔。虽然案犯使用了假身份证，但警方还是根据他假身份证登记的信息，5下攀枝花，3下绥宁，2下南充，围绕着假身份证做了大量的工作。他们跋山涉水，不分寒暑，排查了数万人，但是却始终没有发现嫌疑人的丝毫线索。办案民警们的足迹踏遍了四川的山川河流，虽然屡屡扑空，但那份誓要破案的决心却从未动摇。直到汶川案发生后，他们才得知了歹徒的踪迹。1999年3月24日，汶川县电信局一名女职工回家时，发现家里进了贼。可是她刚想喊人，歹徒就连开了3枪，导致她当场毙命。不过这次杀完人后，歹徒并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不紧不慢地翻找着财物，直到搜到了38000元的现金，才从容地离开。这种冷静到了极点的贪婪，说明他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，视生命如草芥。可见此刻歹徒的心理素质已经变得越发强大。警方接到报警后，也是立即赶往了案发现场。经过技术比对，很快警方就确认此案与85系列凶案是同一人所为。专案组随即召开了案情分析会，制定了以成都为圆心对周边县城展开大规模排查与搜捕行动。同时，他们还把凶徒的通缉令在相关单位里秘密散发。这边的民警马不停蹄地搜查着凶手的下落，另一边的案犯却仍然在持续作案。这一次，凶徒来到了宝兴县，同样是以杨军的名义住进了上次下榻的宾馆。宾馆的女服务员一眼就认出了他，这个人就是之前闯进他房间的那个家伙。所以把人安顿好之后，他就悄悄溜到了警察局报了案。警方接到消息以后，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，因为他们知道歹徒手里可是有枪的，一旦打草惊蛇，不知歹徒会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。因此警方特意求助了武警进行配合。经过一番商议后，最终决定由当时武警中队长胡某带上刀，以旅客的身份进入到了杨军所在的房间，而宝兴县公安局副局长汪某则带上了手枪，负责在外围进行接应。在那个决定性的下午，所有人的呼吸都压到了最低，成败就在此一举。
这样一来，一旦发生意外情况，胡队长可以用刀将其控制住，即便歹徒侥幸逃脱了，汪局长还可以用枪进行补救拦截。这套方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，万无一失。下午3点47分，胡队长成功入住了杨军所在的房间，而此时此刻的杨军丝毫没有产生任何怀疑。胡队长一看这情况，瞅准机会，一个箭步上去就把他给按住了。就在杨希慧伸手准备摸向被褥下的枪支时，胡队长的双手如铁钳般锁死了他的动作。在外面等着接应的汪局长一看里面动手了，立马就冲了进去。两位领导一里一外配合的那是相当默契，这个歹徒没扑腾几下就被成功制服了。随后警察在他盖的被子底下找到了那把被盗的6.4式手枪，还有一个装满了6发子弹的弹夹。就这样，经过长达2年的不懈追踪，警方终于将这个不法之徒绳之以法。但是在审问过程中，令警方没想到的是，这个歹徒还心存着侥幸，他只承认自己偷了枪，而对于其他案件则是一概不认。不过在警方强大的审讯以及证据面前，歹徒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。据他交代，他的真名叫杨希慧，出生在四川的一个普通家庭里。和大多数人一样，他的童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。唯一不同的是他受不了生活的苦，所以自小就养成了小偷小摸的习惯。而长大后他更是变本加厉，10里8村都被他偷了个遍。不过那时候的农村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所以杨希慧便走出了大山，来到县城里进行行窃。不曾想第一次他就马失手提，被人扭送到了派出所。杨希慧本以为这个盗窃是个小案，再加上他盗窃的金额也不大，以为被民警教育几天就放出来了。可他那颗扭曲的心灵却在此时埋下了仇恨的种子。他没有反省自己的过错，反而将所有的不幸归咎于那些执行正义的人。不过他的运气确实不怎么样，正好碰上了严打时期。最终杨希慧被从重判处，足足被判了8年有期徒刑。从这以后，杨希慧就开始对公职人员怀恨在心，在监狱里他就暗暗发誓，出来以后一定要报复。可这8年的牢狱生活对他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，所以自打入狱起，他就开始寻找逃跑的机会。1997年，杨希慧在外出派活时找到了逃跑的机会，并且成功逃脱了。逃脱后，杨希慧并没有回家，而是找个地方先藏了起来。等到风声过去后，他开始实施他的复仇计划。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战争机器，向每一个他遇到的公职人员举起了屠刀。不过他没想到第一次作案就弄到了一把手枪，这也让他胆子越来越大。短短2年时间，作案好几十起，其中重案就有17起，用罄竹难书来形容他一点也不为过。在那漫长的搜捕岁月中，无数公安干警付出了汗水甚至是生命的代价，才最终将这个笼罩在四川上空的阴霾驱散。1999年10月，至此这四川第一恶魔杨希慧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微笑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